第5章我发誓，丁子的名片很精致，让我爱不释手。这是我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，成功搭讪的第一个陌生人，成功的感觉太好了，我有一种突破自我的成就感。但马从敬很快就一瓢冷水泼了过来，怂货！我勃然大怒，盯着他吼道：马从敬，谁怂谁是王八蛋，不就是打电话吗？老子不怕，不就是陌生人搭讪吗？老子也不怕了，你还有什么招放马过来啊？我当时发了狠，心想姓马的你针对我是不是？老子偏不信邪，老子跟你斗到底，我看你能有些什么花样。马从敬冷笑，他走到我面前，你真什么都不怕？好，你有种，你把手机拿出来，马上拨丁子的号码啊！我瞬间惊慌失措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一个男人给女人打电话能干什么？我让你泡她，睡她，把她变成你的女人。我惊呆了，我觉得马从敬简直疯了，他让我去泡丁子，他看不出丁子绝非普通人吗？我陈斌现在这鸟样，怎么可能去泡这样的女人？我不敢和马从敬对视，但是他不放过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王八蛋！我们四目对视，我感觉自己的血脉被压制。马从敬道，你就不应该来深圳，你应该永远窝在东莞，一辈子就怂在那个破工厂里面。深圳是个什么地方，你懂吗？你看看这满大街的人来人往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马从敬忽然拔高声音，用近乎疯狂的语气冲着我嘶吼，是欲望，翻滚喷薄的欲望。你他妈连丁子这样的极品女人都勾不起你的欲望，你还想闯深圳？你不是读过书吗？书中有句话叫王侯将相，命由种乎？一个女人不管她什么来历，不管她有多高贵，天生他妈的就是给男人睡的。现在有个极品的女人就在这里，你手中握着她的名片和电话，却不敢去睡，你他妈还有脸承认自己是个男人？马从敬非常的激动，我的情绪被他迅速的点燃，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血都燃烧了起来。我毕竟才23岁，年轻气盛，我受不了马从敬这样的羞辱和轻视，不就是打个电话吗？老子马上就打！我当着马从敬的面拨通了丁子的手机，很奇怪，当时我一点都不紧张，甚至还有些兴奋。电话很快接通了，我听到了丁子那如夜莺一般美妙的声音。您好，哪一位？丁小姐，我们刚刚在日光大厦楼下见过面，我们聊到了美容医疗的话题。是这样，刚刚您的直接坦率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我冒昧的想请您吃个便饭，看看您能否赏光啊？吃饭改天吧，今天我出差，马上就要去机场。对了，您贵姓？我免贵姓陈，叫陈斌。丁小姐，您要出差那很遗憾，改天等您回来我再约您。电话挂断，马从敬嘴角翘起来，哼了一声，还没到不可救药的程度。我跟着马从敬回公司，进电梯的时候手心手背全是冷汗。我在想，如果丁子刚才答应了我的邀请，我怎么办？我根本请不起一顿饭。请下载小说 APP 阅读最新内容。回公司后，我偷偷溜到厕所抽烟，一支烟刚点上，电话响了。我一看来电是我妈打过来的，老妈问为什么这么久没给家里打电话，又问我工作怎么样。我竭尽全力的敷衍撒谎，报喜不报忧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的内心真是五味杂陈，特别的难受。在老家我是父母的骄傲，但是现在我却穷困潦倒，在这个城市连吃一顿体面饭的能力都没有了。我又忽然想到，马上是我老爸的生日，以前每年父母生日我都会寄一点钱回去，今年怎么办？我把烟掐灭了，回部门，看到部门的女同事方柔像风一样的从外面冲进来，她把马从敬给抱住，高喊：经理，搞定了，我搞定了，签单了。方柔开了8部成立以来的第一单，她卖掉了9个中文域名，签单9000块，按20%的提成算，这一单方柔挣了1800元。马从敬直接去财务室拿了1800的现金出来，他把现金张开成扇子状，捏在手中挥舞。我找周总监特批，本月8部的员工签单，提成当场兑现。兄弟姐妹们，大声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钱！大家都在嘶吼，我也在其中。我甚至还用力的拍打办公桌的台面。我真的羡慕极了，我活到23岁，第一次感受到了金钱对我的巨大诱惑。我下定决心，我也要挣到钱。马从敬对我的态度总算好了一点，他派我参加公司的业务培训，学习企业网站制作的业务。接下来我把这个业务当成自己的主打，一晃我上班差不多半个月了，部门的同事都陆续出单，方柔已经有了15000块钱的业绩，另外一个女孩张静也出了一张9000块的单，还有宋小波、张乐都有了业绩。最早来8部的几个人中，只有我和老唐还两手空空，我心急如焚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这天周末，我的心情很糟糕，苏雪娇给我打电话，我随便敷衍几句就把电话挂了。这女人又把电话拨过来，接通就骂：陈斌，你他妈的就那么讨厌我，不由分说就挂我电话。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姑奶奶，老子被业绩压得喘不过气了，你能不要添乱吗？苏雪娇就笑：我都讲了，混不下去来我这里，我养你，你去死吧。苏雪娇收敛了笑容，道：我在你公司附近，你下楼吧。
我带你都一圈疯，我实在太压抑了。今天是休息日，但是我没地方去，手头又没有钱，一个人像傻子一样待在公司，打了几个电话，也没有约到客户，心里特别的烦躁。我下楼给自己点了一支烟，苏雪娇的车停到了我的面前，想吃什么我请客。上车之后，苏雪娇很豪爽的道。那一天，苏雪娇开车带我转了很多地方，然后我们又去了宝安体育馆她的家。在她家里，我豁出去了，我在心里发了狠，心想苏雪娇纵然是一匹野马，我也要拼尽全力的掌握节奏。所以我那天像疯子一样勇猛。我受够了现在的窘迫生活，我不甘心只做一个配角，我把半个月积攒的压力和情绪都释放在了她的身上。就在她家客厅的沙发上，在欲望的高峰上，我清晰的感觉到自己灵魂的蜕变。酣畅淋漓之后，苏雪娇趴在我的胸口来了一句：我操，你上的是什么班？怎么了？他妈，我感觉你这工作能壮阳。我被他这话撩拨的血液再一次沸腾，一个翻滚又像疯子一样驯马，再一次从欲望的高山上滚落，我的情绪才归于冷静。我觉得自己就像换了一个人一般，头脑忽然特别的清醒。我反思自己半个多月为什么出不了单，很快就找到了原因所在。部门其他的同事卖域名，那是激情营销，洗脑式销售，制造焦虑紧张，目的就是要快速成交。人家老板付了钱，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。而我主打的业务是给企业做网站，网站牵扯到各种风格、功能、方案，这是理性的生意，当场成交的可能性非常小。一念及此，我脑子里便冒出一个灵感，那就是我能不能把网站的销售也融入这种激情营销在其中呢？我也要快速成交，承单。苏雪娇是个很聪明的女人，她懂我的压力。她道：陈斌，我觉得你一定能做出来。嘿嘿，我嘿嘿笑笑没当真。苏雪娇又道：我并没有说场面话，而是我觉得你有毅力，你的衬衫、裤子、皮鞋、发型一丝不苟，看得出来，你每天都在注意我跟你讲过的那些细节。我瞟了他一眼，心中升起一股暖流。我现在条件的确很艰苦，很困难，但是正如苏雪娇所说，不管多困难，我每天晚上回去都会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并且用熨斗烫平，我的皮鞋也都擦得油光锃亮，因为我一直牢记正因为这样的改变才能找到一份工作，哪怕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，我也不允许自己又回去到原点。陈斌，我刚才在网上看了你们公司的情况，你们是责任底薪。苏雪娇道。我一下懵了，没明白什么叫责任底薪。然后，马从敬你个王八蛋，你他妈的不坑死老子不罢休吗？马从敬招我进公司的时候，承诺试用期底薪1200每月，但是今天我才明白这是责任底薪。所谓责任底薪，就是有业绩就有底薪，没有业绩底薪就没有。这其实是营销公司常用的套路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江湖套路。苏雪娇从钱包里拿了2000块钱塞给我，让我先花，说算是我借的。我把钱拿在手中，狠狠地砸在他的沙发上，我1分钱都不要。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我要跟马从敬卯到死。